美国怀疑中国正在建造大量的洲际导弹发射井，专业机构的研究能不能够让美国感觉到一点真正的压力？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美国呢有个研究机构叫做詹姆斯·马丁防扩散研究中心，那是一个挺专业的机构了。没事呢就喜欢收集各种信息，什么军用的或者是商用的卫星照片啊，一点一点的在照片上判断一下哪里是俄罗斯的导弹发射井，解放军的码头上出现了几艘弹道导弹和潜艇，潜艇是什么水平，朝鲜的核设施呢介绍到了什么水平，又出现了什么新的型号。有时候呢也会对美国的一些发展计划做出一些评估，不是一个外行单位啊。不过呢，最近新加坡联合早报一个报道呢是吓人一跳，说就是这个研究中心通过商业卫星图像，在甘肃玉门呢发现了119个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建筑工地。说这个建筑工地特征呢，跟中国现有的一些带有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发射阵地啊非常类似。他们说以前就看到过，在内蒙某些地区就出现过这样的发射井，而在这个甘肃玉门看到的很像。而那个该中心的研究主任呢，他说这些发射井可能是给东风41弹道导弹使用的。咱们都说这个东风41不是车载的吗？美国人认为东风41也有加固发射井发射的型号。我一想，这个胡锡进刚嚷嚷增加核弹头数量没多久啊，玉门那儿就开始疯狂挖坑了，还挖这么多，这个胡主编是不是说话也太管用了？那我们就看一下吧，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报的东西呢是不是准确的？只不过呢，联合早报呢有点懒，也没有贴个原文，也没有公布这个照片。以往国外发现这个发射井之后呢，往往会公布一下坐标啊、卫星照片都贴出来。这次呢，什么信息都没有。然后呢，我就干脆去这个研究中心网站上找了一下，也没有任何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真的不好说。但是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啊。首先要想一下，弄出了119个洲际导弹的发射井，这个工程量倒是不小。而且呢，这个玉门地方不是很大，119个洲际导弹发射井堆在一块儿，那不是很容易让对手一锅端的吗？还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多山国家，利用山地呢，能够很好的限制对方核武器打击效果，再利用我们的地下长城去隐蔽机动部署中国核武器，也许更容易呢去压缩一下对方核武器打击效果。但是呢，再仔细研究会发现，就是美国这个评估判断呢，倒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美国和俄罗斯自己啊，他们这一类发射井通常还就是部署在平原，而且往往是找一个地方高密度部署。比如说在美国就会有很多这样的区域，某一个区域，每一个区域里边都是密密麻麻，隔着几公里，最多就10公里就一发射井。之所以这么部署呢，是他们有研究，经过研究发现啊，核导弹要干掉发射井，必须打得足够准，落点必须足够近。比如说一个50万吨的弹头一下掉下来的话，要想干掉一个民兵3的发射井，至少命中精度不能够低于300米。如果干掉一个超加固发射井的话，命中精度呢不能超过75米，就是说落在75米以内才能干掉这个。换句话讲，你要想把我这堆发射井全干掉的话，你得打足够多的导弹。你一枚导弹一个弹头只能干掉我一个井，你一个导弹想干掉我俩没戏。而且呢，我把这些发射井放在一起之后呢，给对方进攻方增加了一个麻烦，因为对方导弹打下来之后一爆炸，它可能只干掉了我一个发射井，但是爆炸之后产生的冲击波和电磁辐射有可能把自己的另一枚飞行中的核弹头干掉了。而且呢，这种影响范围挺大，作用时间呢还不短。所以呢，它这一炸是打掉我一个发射井，但是它爆炸之后产生的后效啊，不管是时间上还是距离上，反而是保护了我更多的发射井。而且呢，我这些发射井里边可能很多是假目标，你干掉我一个假发射井，然后你爆炸的后效还保护了我大多数的发射井，别的发射井就更安全了。如果玉门真的是像美国人观察的那样有了119个工地，那么有可能啊，就是像美国、俄罗斯一样，我们也是就利用这个原理，利用对方核弹爆炸的时候互相干扰和抵消的效果，增加了我们自己发射井的生存能力。而且呢，这也说明我们的发射井已经足够坚固了，密集部署情况下不会让你一发干掉我们2个，否则的话我们也不敢这么干。无论是我们用哪种方法来保护我们的核武器，都说明一点，我们的核武器的数量和质量都已经在提升了。美国研究所的这个研究报告
也许给了美国政府一个明确的指示，就是中国确确实实在积极做一些战争准备。当然，我们不是为了入侵任何一方，也不是为了袭击任何一方，只是告诉全世界，任何人想阻碍中国的统一，想欺压中国的话，都会碰得头破血流。这句话可不是说着玩的。好，不管美国人看到的情况是真是假，美国都应该好好的估量一下中国的态度。今天这个话题呢，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